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最新的好消息，新加坡拿下一个世界级荣誉。2026年1月27日，创新者金山环境指数最新排名出炉了，新加坡拿下了 99.145 的惊人高分，稳坐亚太第一、全球第二的宝座，仅仅排在美国后面。最牛的是，我们在商业激励和市场认知这两个含金量最高的指标上，竟然拿下了全球双料冠军。这说明在全球经济波动、地缘政治乱跳的2026年，新加坡已经成了全球创新者公认的避风港。很多创业者都说，现在在外面闯荡，最怕的就是意外，但新加坡给出的恰恰是那种奢侈的零意外感。大家可能很好奇，为什么在亚太这么多强手中，只有新加坡能交出这么完美的成绩单？这小红点到底是如何成为世界创业家与资本家的宝地的？它背后的商业魔法又是否真的能长期独占鳌头呢？接着往下看，我们一起揭晓。咱们先说这第一个全球第一商业激励措施。新加坡这回可不是靠喊口号，而是靠真金白银的硬实力。无论是极具竞争力的税制，还是针对 AI 转型绿色能源的精准补贴，新加坡政府是真舍得投入。报告里特别提到了一个数据，新加坡的人均融资额位列全球第一。这意味着只要你的项目够好，在新加坡你就绝对不会差钱。庞大的风投和私人股权生态，让这里成了一个天然的资本磁石。当别的国家还在讨论要不要给补贴时，新加坡已经把研发和转型的路费都帮你准备好了。这种对创新的极致推力，让全球的创业者都想把总部搬到这儿来。这种吸引力在如今的存量博弈时代，简直就是杀手锏。再来看第二个全球第一市场认知，这其实就是咱们新加坡的品牌价值。现在的国际商业社会 Made in Singapore 或者总部设在新加坡，已经成了一张全球通行的信任证。为什么？因为新加坡在监管与治理这个类别上也是全球第一。企业家们在这里做生意，最安心的就是不用担心法律朝令夕改。报告里有一句话非常扎心，说投资者在新加坡几乎不会遇到任何意外情况。这种高度的确定性就是新加坡最昂贵的竞争优势。在大家都在寻找安全感的时候，新加坡用几十年的诚信经营，换回了全球资本的顶格信任。这种信任溢价是任何广告都买不来的。当然，咱们在看成绩单的时候，也不能只看好的。虽然总分第二，但在营商便利度上，新加坡只排在第15名，落后于美国、日本和英国。这其实是在给我们敲响警钟。排名的落后主要受限于我们日益高昂的运营成本，特别是办公室租金和人力成本，确实让一些初创企业感到压力。此外，某些领域的准入细节还有待优化。这说明新加坡虽然整体环境极佳，但在精细化服务和成本控制上依然有进步的空间。我们要明白，这种高成本本质上是竞争激烈的产物，但也可能成为创新的阻碍。政府和企业如何联手破解这个局，将决定我们能不能在下一次排名中挑战全球第一的宝座。新加坡在2026年能拿下亚太第一绝非偶然，因为我们没有自然资源，这种制度优越性就是我们最强的资源。就像这两天咱们看到的新元汇率冲上11年高位，金管局 MAS 也在1月29日果断决定维持升值步伐。这些动作都在释放一个信号，新加坡的政经环境就是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。我们不贪大求全，而是精准压住 AI 半导体和绿色能源，把全世界都变成了我们的腹地。新加坡不仅是东南亚的门户，更是连接全球的中立节点。只要我们守住这份创新的底色，新加坡的未来就依然无可限量。看完这份全球第二的成绩单，你觉得新加坡现在最需要改进的是租金还是人才政策？在这样的一流营商环境下，你认为下一个爆火的产业会是什么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真知灼见，我们一起为师承的创新力点赞。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，
请为我们点赞、转发、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